阿祖大战小兵仔，正义黎明。这是祖国人第一次实战吃瘪。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3季前情提要。男孩们阴差阳错救出了困于俄罗斯的士兵男孩，才发现能杀死第一个最强超人类的就是他自己呀。布希尔抓住了士兵男孩复活的机会，知道害死对方的是血债血偿成员，便打算和他临时组队，各取所需。他帮士兵男孩找出成员辅佐复仇，而士兵男孩只需要帮他杀死祖国人。这笔合作的成交也意味着男孩们要割裂关系。被士兵男孩灭过满门的母乳与坚持初心的安妮，两人只能看着休伊与布希尔越走越远。士兵男孩造成的2次大破坏，沃特再次把锅推给了超级恶棍。为了不引起百姓恐慌，从而撼动自己的位置，阿祖选择公关处理此事。于是乎，深海发起了劫场，鼓舞大家振作起来。秀技的秀技，叛逃的绝地叛逃啊，硬是恶搞了一波神奇女侠。作为阿祖皇帝身边的第2红人，深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，带领整个部门调查起了伯爵夫人的死因。虽然这个部门的人都被他开除了，但并不影响他彰显对阿祖的忠心，顺便内斗艾什利争宠，把手下缺人的事赖给了他。监控中出现了士兵男孩的身影，这让阿祖一时乱了阵脚，有对失去一切的担忧，也有被人搅水的愤怒。他自然不会让人民的爱戴被拿走，也不想因为士兵男孩的行为打烂沃特的招牌。权衡利弊之下，阿祖决定封锁消息，自己找机会杀死士兵男孩，以绝后患。他现在最信任的只剩玄色，而后者又是士兵男孩的前队友，这事儿问他比较靠谱。奈何玄色从来不说话，阿祖只能希望他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这边。玄色看起来稳如老狗，实则慌的一批，跟阿祖一分头就拔出了体内的定位器。士兵男孩要灭队友，那他迟早会成为目标。1天前，法兰奇因为拒绝了小妮娜的差事，被强行拉走，没了音讯。西梅子担心是因为自己吻得太逼真了，惹法兰奇生气了，导致他不想搭理自己。编辑短信删了又删，总算有了满意的文字。冰棍下有一个密语：为什么照片会被关在监狱里？答案是他被相框框住了。相框的英文单词，动词代表着陷害，名词代表着相框，一语双关的答案对应了喜美子的人生。随即喜美子也中招，被小妮娜的人绑走了。醒来后，身边已经绑了个雪莉，法兰奇则被裸体绑在了柱子上，任由2男1女欺凌啊！失去超能力的喜美子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小妮娜公开处刑法兰奇，揭了他所有的伤疤，就是要让2女知道，他法兰奇以前是忠犬，现在也是。之后就是2选1的送命题，喜美子和雪莉只能活一个。法兰奇从挣扎到祈求，仍没改变小妮娜的想法。喜美子超能力没了，但从小培养的杀手素质还在，借助冰棍撬开手铐，行云流水斩杀一人。另一人直接朝着队友的尸体扣了一梭子子弹，前去验尸时遭到喜美子的突袭，可他毕竟是有伤在身，正面战斗力不可能是大汉的对手。好在雪莉也没干坐着，硬是掰断了椅背，拼死挡住了试图拿枪的小妮娜，但也被空出手的大汉拍倒在地。法兰奇让西梅子快跑，这就等于给出了答案，但西梅子并未退缩，尽管不是对手，还被抓住要害猛攻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任何反杀的计划，最终借助铁钉将大汉捅成了筛子，在没有超能力的情况下保护了法兰奇，而小妮娜早就逃跑了。男孩们并不知道法兰奇的遭遇，一直以为他在病房照看西梅子，让小兵仔住进了汽车旅馆，有什么需求都会尽量满足。休伊今天耳朵里出现了黑浆，但他并没有心思关心这些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得到小兵仔的信任呢。这种级别的超人类绝对不能再当敌人了。小兵仔疯狂昔日兴奋剂，怀念起当年诺曼底登陆的战局。合作这事儿，他虽然没有点头，但也没有拒绝，等的就是一个交换条件。况且自己被队友卖过一次，更要小心行事了。男孩们要用现代科技去追踪其余的血债血偿成员，这一点是小兵仔这个老东西玩不转的。事后只需要他协助自己除掉阿祖。这之中不仅有不切尔的私人恩怨，也有上届头牌和现任头牌的争夺战呢。小兵仔也不希望有人代替自己，这笔交易就这么愉快的达成了。小兵仔这个老东西还是好说话的，而被遗弃的安妮和母乳这会儿也是咬牙切齿。波切尔可以为了向祖国人复仇而不惜代价，自己要死磕士兵男孩却被对方拒绝，双标屠夫让母乳恨之入骨，凭什么让他一个黑人忍气吞声啊？白人就那高尚的 motherfuck。安妮没有他那种家人遇害的经历，这也让他比之大家更有底线，也更加冷静。士兵男孩的复仇肯定会有附加伤害，他不能让那些无辜的人因此牺牲。西梅子没了超能力，超音速也因速去世，梅芙被抬走，生死未卜，没有后援的他们只能拧成一股绳。母乳也在思量他的办法，毕竟自己拼不过小兵仔呀。而安妮在接了一通电话后匆匆离开，和母乳约好晚些时候去追小兵仔。
火车头5毛钱抠图的走进非洲预告样片做出来了，但火车头根本没心思弄宣传。他的哥哥被蓝鹰打成瘫痪，今天沃特必须给个说法才行。律师函、传票和网报都得跟上啊，否则他火车头会自己解决此事。艾什利现在可是阿祖钦点的 CEO， 说话有了底气，这事儿只能私了。你背了3条人命的火车头，别再想作妖了。一盒鲱鱼罐头凭什么嫌屎臭啊？火车头吃了瘪，心中有了打算。这边深海也透露了一个消息，玄色跑路了，只留下了追踪器。阿祖顿时有点高级神经系统产生了伤害性反应，俗称脑瓜子疼啊。最后一个队友也叛变了，阿祖心中生出被世界遗弃的感觉。深海的老婆察觉时机到了呀，提醒他巩固一下中心。随后深海把血债血偿其他成员的位置说了出来。目前 TNT 双胞胎就在福蒙特州，士兵男孩一定会去那里杀掉他们。阿祖现在心乱得很，便决定让深海去前面探探路。倘若士兵男孩真的出现了，马上联系自己，他会亲手除掉这个祸患。长期被老婆 PUA 的深海，这回又得到了赏识。阿祖现在虚了，也没有风暴帮帮他。软弱的一面正在与变态的一面夺权，前者害怕失去一切，也担心自己可能打不过小兵仔。毕竟玄色都跑路了，对方一定是个狠人呢。后者却坚信自己是最强的，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？终究是最强战力的代表。一个自卑，一个自信，恰好证明了阿祖归根结底还只是个人。人总会有害怕的时候，可能是死亡，有可能是别的。这可给阿祖委屈坏了，没有依靠的巨婴只能流泪，而想要掌控一切的办法，只有除掉巨婴人格。小兵仔正看着自己主演的电影，片中的他义正言辞地说阿富汗是自由的，现实中却证明电影里都是虚构的。TNT 双胞胎联合使出必杀技，硬是打出了威廉尖叫。这画面让小兵仔打心里反胃啊！双胞胎根本就是废物，别说使出必杀技了，连瞄准敌人都难以做到。他越气愤，辐射值就越高啊，也就越容易心态一崩。修义赶紧扯开话题，安抚小兵仔。作为守旧派的老东西，在小兵仔知道现代的男人没那么爷们之后，心里头那叫一个愤愤不平啊，完全适应不了时代的发展。在他心中，比尔科斯比才是爷们儿。修义也没敢告诉他，你心里的爷们儿早就犯畜生罪蹲监狱了。他最近了解了一些事情，知道了阿富汗的遭遇，还震惊好人没好报啊。当年他为了国家投入2战，鞠躬尽瘁的去流血流汗，如今却发现自己守护了个寂寞呀，只得到了世人的遗忘和队友的背叛。小兵仔甚至幻想过和伯爵夫人生一堆大胖小子，现在只觉得这个想法很滑稽啊。小兵仔坦白自己当初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昏了过去，醒来时大楼已经被贯穿了，这给了修义一个线索呀。小兵仔释放大招时会进入短暂的断片。布希尔终于带回来了情报，愚蠢的双胞胎就住在福蒙特州，他们现在就可以行动去帮士兵男孩报仇。出发前，兄弟俩再次注射了临时5号。深海先行一步到了这儿，跟双胞胎商业互舔。深海信手拈来呀，他被邀请加入了派对。看到眼前的乱象后，深海只能感叹。安妮被叫走是去录制节目，阿祖的异常他看在了眼里，却也不敢多说。第3个嘉宾则是爆头侠纽曼，主持人临时改了台本，问出了百姓想知道的事情：那个引起多次爆炸的罪犯该怎么解决呢？阿祖直接表达了不满，说主持人水平太低，想引导矛盾。阿祖当即表示，百姓都是聪明人，他们自己能分辨是非，并宣布城市绝对安全，大家可以放心出门玩耍。随后骂了主持人一句，离开现场。主持人也反手被艾什利炒了鱿鱼，想尽快赶到母乳身边的安妮被纽曼拦了下来，先是问了问修义的状态，随后直切正题。纽曼知道他们知道自己是爆头侠，在安妮知道他们知道他是爆头侠后，也就进入了摊牌模式。纽曼想跟安妮合作，一起掀翻阿祖的统治。星光作为沃特的顶流柱，社交平台坐拥近2亿粉丝，纽曼需要他的推广来为自己赢得支持率。如此一来，纽曼可以凭借自己改革法案，从而改变现在的社会环境。到时候他回报安妮的就是真正的自由，没有人能压在他头上教他做事。只是安妮拒绝了纽曼的提议。小时候是亲妈把他当成工具人，工作后是阿祖把他当成工具人，恋后是修义把他当成工具人，现在纽曼又想把他当成工具人。安妮受够了他们利用自己，心里萌生了退出的念头，不想吵闹，就只想远离喧嚣。说完就赶人了。纽曼在他眼里也是个伪君子，2条路，要么爆自己头，要么就拍拍屁股滚粗啊。纽曼离开后，安妮留下了一行鼻血。爆头侠的蓄力最终还是收了回去。之后他就和母主前往了福蒙特州，途中发现母主的强迫症快晚期了呀，既是队友也就没有什么隐瞒的了。母主以前住在哈林区，那里住的都是黑人，但因为穷，
一家几代人都挤在一个屋子里。有天晚上，母乳见到了士兵男孩，他当时在阻止劫匪盗窃车辆。年幼的母乳马上喊着爷爷过来看，可下一秒，士兵男孩把汽车掀飞，直接砸向了母乳的家。那一晚，除了母乳侥幸活了下来，全家人都遇难了。也是因为这件事儿，母乳得上了强迫症，总得反复确认一件事很多次，警醒自己细心一点，家人就不会遇害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想要向前看，但必须要迈过士兵男孩这一关。两人很快到了派对，开门的是狙击侠，察觉到里面的派对不正经，受过迫害的母乳赶忙和安妮演了一出戏，说母乳的外号是吞爆侠，这才蒙混过关来到屋内。眼前满屏的马赛克让他们事后发推特感叹，这集拍了个什么玩意儿，里头有蝙蝠侠大战罗宾，还有真脑补 YY 呀。不入流的母乳想起了法兰奇，那家伙肯定喜欢这个场面。两人的目标是赶走这些人，一旦士兵男孩杀过来，伤亡无法估量啊。白蚁蹭了母乳一身，这强迫症哪能受得了啊？找厕所的时候又被灌了一身乳胶气，强迫症和洁癖的噩梦也不过如此了呀。母乳先暂停的行动，必须得去洗个澡啊。布切尔他们也来到了附近，本想吐槽下超人类的龌龊，结果小兵仔直言，这群英荟萃的派对是他创办的，不入流道让布切尔想起了法兰奇啊，那家伙肯定喜欢这个场面。为了不伤及无辜，休以光腚闪现去探路，士兵男孩也不急于一时，给了他3分钟时间。此时安妮寻找眼熟的人说明真相，想法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但来这儿的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啊。蓝鹰满脑子都是歪心思，又怎么可能相信士兵男孩复活了呢？安妮偶然发现了鱼缸后面有人，定睛一看，竟是深海在杂交海鲜呢。安妮眼疾手快拍了照片，打算发给祖国人，让他疼爱疼爱深海。这才从深海嘴里得知，就是阿祖让他来的，而且阿祖很快就会赶来。光腚侠的技能在这里倒是丝毫不违和，也根本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，有的只是馋他身子的恒泰呀。他见到了双胞胎，此时对方正吵个不停，原因是弟弟在马桶里放了摄像头，姐姐感到无耻要公开这事儿。修义想去通报小兵仔，转身撞见了火车头，这一下解释不清了。但有了超能力的修义也有了勇气，他终于回归初心，质疑了火车头撞死女友的事，至今还没个说法呢。火车头的道歉来得出乎意料啊，而且诚恳至极，就像深有体会一般。见他眼里的真诚不是开玩笑，修义竟然有些蒙圈了，但还是愤怒地给了一拳。力道不是普通人的力道，安妮偶遇两人连忙劝架，可不能让修义用药的事给曝光了，还善良地提醒火车头赶快逃走啊。修义很快调整了心情，说小兵仔就在门外，而安妮的回答让他心里一惊啊。阿祖也要到场了，这里是一山不容二虎啊。谈话间，士兵男孩现身了，修义这回自私了一次，直接光腚带走了安妮。安妮是没有能力阻止这场战斗的，所以自己能做的就是让他活下来。女朋友永远比自己强这种事儿，他表面上不说，但心里却难受无比啊。这也让安妮明白了他使用临时5号的原因，更加对他大失所望。原本以为修义和别人不一样，不在乎感情中谁强谁弱，只在乎感情本身。如今看来，修义也没什么特别的嘛。母乳刚洗完澡就看到了小兵仔，想起了俄罗斯资料中的一幕，服完产生的麻醉气体对士兵男孩有效，一整瓶扔了过去。然而小兵仔直接当烟抽啊！当他质问对方当年的事时，小兵仔根本不记得他这种小货色。母乳已然抱着死磕的决心，布切尔赶了过来，让小兵仔以双胞胎为主，这才避免了兄弟送死，并伸手拦住了一心想复仇的母乳，任由他对自己发泄殴打。双胞胎前一秒叽叽喳喳，见到小兵仔后马上就怂了，啥也没问就抖出了真相，表示尼加拉瓜那件事是玄色策划的。正在思考可靠性的小兵仔又听到了俄罗斯的曲子，当场心态发生了变化。双胞胎想趁机使出必杀，结果他们当真废物，被小兵仔的心态一崩，轰成了渣渣。这房子也成了一片虚无，死伤无数啊！机灵鬼深海带着他的章鱼小姨子跑来，火车头则是追上了落荒而逃的蓝鹰。见此辽并没有悔改的意思，火车头就拼了。为了给哥哥讨个公道，他再次奔跑了起来，硬生生将蓝鹰搓成了肉泥儿。而他也因为心脏衰竭停止了心跳。殊不知阿祖此时已经抵达战场，这动静吸引了远处的安妮两人。见修也还试图阻拦，他只能动手劝退。布切尔有超能力护体，刀枪不入，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。发现母乳也没有什么大碍后，松了口气。刚刚与小兵仔碰头，对方还忘了心态一崩的事儿。就见阿祖走到了他们面前，这场大战在所难免。见到了布切尔，阿祖就明白是谁处处针对自己了。那他今天只能弄死这个宿敌了。一记镭射眼击退布切尔，沃特跨时代的2大头牌展开内战。You think you look strong? 阿祖大战小兵仔，最强超人类称号花落谁家呀？
当两个人都是极其强大的时候，他们的对战反而显得平平无奇。安妮带走了母乳，需要他放下仇恨，先去外面救人。阿祖与小兵仔肉搏不分伯仲啊，但他的技能分支太多，只有大招毁天灭地的小兵仔竟落了下风。幸好布切尔来 gank 了，一瞪眼，硬是给阿祖整不回来。他也没工夫去知道布切尔的能力来源，因为拳头已经招呼过来了。光看表情的狰狞，我都以为阿祖才是那个好人了。经典对搏中，布切尔就显得有些吃力了，原装技能和临时技能还是有些差距的。但他们这群殴双拳还难敌四手呢。况且除了小兵仔和布切尔之外，还有个光皮溜子闪现的修乙在辅助战局。阿祖被暴打一顿，三人将其死死控制住，就等小兵仔一个大招解决战斗。并非刀枪不入的修乙也决定留下来陪布切尔死拼，可心态一崩，这招的前摇时数太长啊，愣是让阿祖给逃跑了。三人走出了屋子，与安妮母乳对视一眼，曾经的队友如今也是一鬼殊途，感情也没有复仇来的坚定。法兰奇一直在照顾西梅子，他的伤势很严重，但脸上却没有疼痛，只有疲惫和无奈啊。一直以来，西梅子都觉得是超能力害他成了杀手，今天的事情证明，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。回想起小妮娜处刑法兰奇，他很是心疼，而一直坚强的法兰奇终于在他面前显露出了脆弱。阿祖大战小兵仔让这里死伤无数，安妮终于决定曝光一切。坐拥近2亿粉丝的他，直播间迅速聚集了大量人群，都在听着星光诉说今晚的遭遇，以及士兵男孩的复活和祖国人的邪恶。安妮这一行为是否会危及生命不清楚，但眼角有淤血的阿祖此时的心态可比小兵仔要崩多了。视频的结尾，我要向广大网友致歉啊！超音速的阴谋论果真是我过度解读了，关键是任谁也想不到，超音速的超能力就是音速去世啊！本集不枉主创们发社交平台感叹，那辣眼程度虽然比漫画还差了点意思，但毕竟都是真人出镜啊，对幼小的心灵还是造成了冲击力。那么阿祖首次吃瘪，是否意味着顿顿吃瘪呢？见到被正义围殴，虽然热血，但还是想说一句啊，阿祖啊，加油啊！